大家好，现在由我带大家一起对我们西门子200 Smart 学习箱做一个点货。在点货前呢，先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所购买的这个套餐分为好几种，有基本款、基本加变频、基本加变频加伺服巨无霸2轴或者说巨无霸3轴。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这里在配置清单里面呢有黑色的点或者说表示叉叉的位置。那么黑色的点呢是表示我们支持的，这个叉叉呢是表示您所购买的这个套餐是没有的，这是不同的套餐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呢我会根据我们的这个实物图片根据这个图片，然后呢对照我们的摄像头，这边摄像头，然后呢我们一起把这个货物给点一下。我们先看一下手提箱就把箱子给装起来的，固定底板各个元器件里面的这个黄色的这个安装板，PLC 呢这里有3款Smart ST20、ST30 和24XP， 其中 ST20 和 ST30 ST20 和 ST30 呢它是和实物图片这个是一样的和我们这里的图片一样。AM03 就是这个 Smart PLC 的扩展模块。对于我们24XP， 它是PLC 和模拟量一体的一个主机。我们看一下实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24XP， 如果我们买的是国产200的就长这个样子24XP。好，那如果我们买的是这个原装 Smart 的，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就是这样的2个纸盒子上面有写型号，大一点的是 PLC， 小一点的是这个模块。触摸屏 MCGS、威灵通和700i1，这是我们给它进行3选1触摸屏呢，它是在一个大一点的纸盒子里面，在纸盒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都会写的有标签的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带标签的是700i1的触摸屏，700i1再看 PLC 下载线，大家注意，如果我们手上的 PLC 是 Smart， 不管是 ST20 还是 ST30， 那么它的下载线呢用的是网线用的是网线，用电脑和它连接，用网线下程序。那么如果我们是国产24XP， 它的下载线呢是我们的 USB 转 PPI， 在一个扁扁的纸盒子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实物。好，这是 USB 转 PPI。给 PLC 下程序用这个线，给国产24XP
ST20、ST30呢，我们用的是网线，它这个就比较方便了。触摸屏下载线，触摸屏下载线我们分几种，因为我们的触摸屏配的有好几款嘛，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呢？有那个 MCGS 的我们用的是网线。下载画面程序。如果是威能通呢有好几款。如果是威能通的那么我们有6071IQ、7K、6071IQ。如果是这个型号，我们下程序用的是 U 盘。大家注意它是用的 U 盘。这个 U 盘呢，大家要自备是小于16G 的那么如果我们用的呢是自我放小一点。如果我们是 TK8071IP， 它用的是网线。如果我们是700i1的触摸屏，西门子原装屏，那么呢它也是用的是网线好，这是我们触摸屏下载线。那么触摸屏和 PLC 通讯线怎么去做呢？大家注意我们的 ST20、ST30呢，它支持串口也支持网口，对吧？国产 24XP 呢，它只有串口，所以它和如果是 ST20和 ST30呢与 MCGS 连接呢，它既可以用串口通讯，也可以用网口，网口就是网线如果和威能通 IQ 呢，它只能用串口只能用串口。如果和 IP 呢，它可以用串口，也可以用网线。用700i1呢，也可以用串口，或者说用网线。那现在我们两边给它对照一下，就知道ST20和 ST30是不是它既有串口又有网线？那么MCGS 两种方式都支持。威能通的如果和这一款它只能用串口方式。如果和 IP 的呢，两种都可以。如果我们选择的是 24XP， 那么只能用 MCGS 的串口功能、威能通的串口功能IP 的串口功能，或者说 IE 的串口功能。各自的网线大家收到货以后可以挨个打开看一下。和 MCGS 连接呢，写的叫做西门子通讯线，黑色的线它上面有标签的。和威能通的呢，叫做TK-S7，这两款都可以都是的。好，如果是700i1的呢，它上面写的通讯线呢，叫做西门子。大家看一下自己手上这个黑色的线上面的标签看看各个线是做什么用的串口线这些都是串口线。那么网线的话呢，它所对应的就是普通的网线就可以了普通的这个家用网线，刚刚我给大家演示过选择不同的 PLC， 我们配的这个线有区别。我给大家看一个实物，我们先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这个就是西门子通讯线，
西门子通讯线是哪里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 MCGS 的啊。这个 TK6071 呢，TK6071和 TK8071，它们的窗口线是通用的啊，这是和 S7200，那么 S7200啊、S7200 Smart 都是用这个线的啊，都是用这个线。701呢，那就西门子杠西门子，又是另外一根线，大家主要看上面的标签。好，我们再往后面看，触摸屏和 P20 通信线已经说过了，啊，这就是书本。西门子 Smart 配的是这本书。1200配的是这本200配的是这本书，一个是教材啊，一个是教科书，一个呢，这个呢是我们的系统手册啊，200的配的是系统手册，到时候大家可以查资料用。大家如果想要这个Smart 的这个系统手册啊，我们有电子版可以提供给大家下载啊，在后续学习过程中我们会给到大家的。这是2本书，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啊，关于部件套件啊，丝感套件，部件驱动器，单轴和3轴它的驱动器个数是不一样的啊，一个轴有一个驱动器啊，有一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这个线缆呢，就是接步进电机这个接头这里的啊，和我们驱动器相连的这个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一头是白色的，一头是黑色的。这一头呢接在步进电机上面啊，另外一头呢要接驱动器。我们一般用剪刀把它剪开，再把拨线呢给它接上去。这头用剪刀剪开啊。好，编码器，编码器。如果我们配的啊不带变频器的，大家注意啊。这个编码器接的变频电机嘛，如果我们配的没有变频器的话呢，那么这个编码器是接在这个轴上面的。如果带变频器、带3相异步电机，那么就是接在这个位置，编码器接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学的知识点都是一样的啊。好，限位开关，左右限位开关，左右限位开关啊。圆点开关，这个黄色的圆点开关，步进电机支架，把这个步进电机给它撑起来的这个支架。好，编码器支架，这是编码器支架啊。来，还把编码器撑起来的这个支架。好，连轴器，把这个步进电机和这个丝感的轴给它连起来的，这个叫连轴器。来，把3相异步电机和编码器的轴给它连起来的，这个叫连轴器。六角扳手，六角扳手在我们一包配件里面啊，这是一包配件。好，那么在这包配件里面呢，它有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有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像一根铁针一样的。那么六角扳手是做什么用的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连轴器
到时候在轴上面松开，要给它进行修改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松连轴器的啊，可以把轴给取下来。然后再看丝杆，丝杆这也是一条丝杆，滑块，黑色的是滑块，滑块里面呢有这个金属的铜螺母，法轮螺母嘛。然后在每个轴上面有一个刻度，黑色的这个刻度尺，上面显示多少毫米多少厘米每一个轴上面都有一条，这是我们的丝杆套件。再看温度，温度及 PID， 这是固态继电器，温度变送器， PT100，电加热器。说起电加热器，大家要留意一下我们这个电加热器呢，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用手去特别温度高温度高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然后呢，在加热的时候人不要去离开了这个温度一直加热的话会达到几百度的我们在加热的时候呢，尽量的守在这里。如果人要离开，把这个电给它断掉。这是温度及 PID。当我们点货点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大家留意再往后面就是有叉叉，那么这个叉叉呢是表示我们各自不同的套餐可能所支持的内容它是不一样的。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带变频，有没有带伺服，有没有带这个巨无霸巨无霸就是称重、气缸和流量。我们接着再往下面看，变频器。这是变频器，三相异步电机这个电机支架这里是电机支架，就是把这个支架我们给它撑起来的这个位置，电机支架。继电器，这里有单独的3个继电器。那么这个继电器呢，是我们做变频器多段数去用的用 PLC 的开关量输出来控制这个变频器的动作。这是3个继电器。通讯网线，这个通讯网线它是接在我们这个变频器的接在我们这个变频器的上盖这里，它有一个接口，我们把这根线呢给它接上去的那么我们这个线到时候做485走 Modbus 通讯就用这根线。变频器印刷说明书，这变频器的说明书。这是变频器相关的内容，它除了这个相关的配件以外主要的呢就是这一块。再看伺服，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伺服快速端子座，这是方便接线用的。CNE 快速端子座，然后呢 USB 转232。伺服动力线和编码器线，这样的是这样的线。那么这个编码器和动力线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个伺服接头还有伺服线呢
到时候接到这个电机上面的接头上面的线啊，接这个电机上面的，很粗的啊，很粗的两个。好，4伏 CN3 定制线，这个 CN3 是我们将来学这个串口通信啊，或者说通过电脑这个伺服软件去调试伺服的时候用得上。这个啊，伺服改装连轴器，就这种了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伺服的这个电机把它取下来，然后呢装在步进电机的位置啊，可以走这个伺服的定位控制，把伺服接上去啊，通过这个连轴器连接这个轴。伺服安装支架啊，就把伺服电机给支撑起来的啊。伺服说明书是这一本伺服说明书啊。我们再往下面看，称重啊，称重。那么称重传感器在这个铁板的里面啊，还有称重板，就是这块铁板，然后呢，称重变送器，这称重，这是3轴巨无霸或者说2轴巨无霸才有配的，打叉的就是没有啊，打叉的套餐就没有。好，气缸，电磁阀，气缸电磁阀啊，磁性开关，这有磁性开关，然后呢，调节阀，气缸，消声器，消声器就是这个电磁阀这边的啊，这两边的像蜂窝状的那个黄色金属小孔的啊，消音器，然后气管，气管就是这个透明的软管啊，我们给您配的有透明的软管，直接给它接上去的啊，升胶带啊，这个像薄膜一样的升胶带啊，一般接水管大家都见过比较多。流量计和水阀一体阀，这个是流量计啊，这个是水阀，水阀阀门啊，我们给它通24伏，就可以控制这个里面的水能不能通过。那么水通过以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流量计啊发送脉冲，它的原理和我们将要学习的这个编码器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啊，它这里要接水管。再看通讯部分，温湿度仪表。DB9 公头母头USB 转485，这个是我们学通讯要用的。最后看我们的其他配件，这其他配件都是标配的啊。电源线，这电源线啊。好，断路器 EP+N 这个位置，这个上下波动的开关，开关电源，它这是立式的开关电源啊，立起来的。好，指示灯，5个指示灯，旋钮开关，点动开关，点动开关啊，红绿导线。我们有时候配的是红蓝导线啊，
红色和蓝色，有时候是红色和黑色的，有时候是红色和绿色的啊。一般我们根据这个配置的不一样，有的是3轴巨无霸，有的是标准款嘛。那么我们这个导线的长度呢，可能也不一样。最长啊是1卷20米，这2卷是40米的导线。这导线啊，和导线相互搭配的，我们还有什么呢？和导线相互搭配的啊，我们还有这个螺丝刀，这方便我们操作的啊，接线的螺丝刀2把。然后呢，还有拨线钳，这是接线工具，是吧？然后呢，还有电胶布、绝缘胶布、扎带。我们把这个线到时候把它捋一下啊，用这扎带给它扎起来。关于这个插簧，这个插簧呢是我们这个配件包里面的啊，有个塑料袋子的配件包，是这样的这个小插头。那么这个小插头呢，我们可以给它接上线啊，比如说把线拨了以后，我们给它插上去，是吧？然后呢，在插线前，我们给它套上这个绝缘管，它插哪里去呢？然后这个接头啊是接在我们这个丝杆的左右线位开关的这个位置的，方便接线。或者呢，我们这个切换开关啊，大家看这个一排开关，切换开关呢，它是那种带这个需要插头插上去的，这2个位置用得上啊。这是插簧，配了若干个。最后端子排、短接片。端子排啊，就是我们箱子的这个右边左右右边的这个侧面固定的这个内容。端子排的目的呢，就是方便我们给它接线，引接线柱。那么这个端子排啊，我们一般配合着短接片啊。什么叫短接片呢？这是短接片。那么我们用这个短接片啊，比如说我端子排它有10个卡位的，那么如果我现在呢想把这个由开关电引过来的这个24伏，我想用多个，那么我比如说正负，我就直接把它剪成5个的5个，然后给它接上去。这5个呢就全部是正极，这5个呢就全部是负极。我们可以给它引多个接线柱，就这么回事儿。可以用剪刀把它剪开的啊。好，这是端子排和短接片。配套的导轨线槽导轨这个装按钮装指灯的这个是线槽啊，然后呢固定 PLC 的这个里面的一个铁片是这个导轨，啊。还有配套的图纸、测试程序配套图纸和测试程序。我们可以看这里啊，一般我们随货发的呢，随货发的是2本，配套的图纸是单个设备的接线图，然后呢，设备使用手册里面是单个设备的测试程序，单个的测试程序啊。